你穿越到一个遍布怪物的世界，竟然获得了变身地骑士王帝皇铠甲和修罗铠甲的能力，爽！这简直就是天胡开局！什么一虫异能兽欧克斯，见到我全部都得跪下叫爸。此时海城一中，同学们安静，下面念到名字的同学上前进行考核觉醒。第一个艾坤，只见一个竖着中分、穿着背带裤、嘴角洋溢着笑容的男子走了上去，随后在大家的注视下，他将手放在了觉醒石上。下一刻，觉醒石迸发出耀眼光芒，一个通体红色铠甲浮现出来，胸口刚好还有一个明显的形字，不错，觉醒刑天铠甲，考核85分，合格。与此同时，艾坤手里出现了一个红色照相机，这赫然就是刑天召唤器。顺带提一嘴，这个世界的铠甲召唤人实力也需要考核，而潜力高低阶级可从1星到9星。紧接着，艾坤再次将手放在觉醒石上，觉醒石散发出光芒，潜力等级7星，这不凡让同学们大吃一惊。考核老师也认同的点了点头，潜力考核通过90分，不错，能上清北铠甲大学了，好好修炼，未来绝对能成为真正的强者。闻言，艾坤整个人乐得合不拢嘴。下一个慕宁雪，这是一个清纯漂亮的妹子走了上去，是慕宁雪，好身形啊！觉醒的铠甲一定不错，觉醒的铠甲或者骑士肯定白，胡扯，觉醒可不看颜值。慕宁雪作为铠甲世家的大小姐，她的觉醒对家族来说至关重要。不过她脸上全是自信，随后她将自己的手放在了觉醒石上面，觉醒石爆发光芒，通体黑色的铠甲浮现了出来。我靠，黑犀铠甲666，不愧是女神，考核分数90分。此时慕宁雪再次将手放在觉醒石上，潜力等级8星。见此，老师激动坏了，98分，这一届的状元出现了，不愧是女神，羡慕死我了。随后又有不少同学进行了考核，但通通以觉醒失败告终，这不凡让剩下同学内心一紧。不多久，你作为最后一个考核者走上了觉醒台，这一次我们海城的高考状元绝对是慕宁雪了。是啊，逍遥最后一个，希望也不大。此时你将手放在了觉醒石上，一瞬间光芒大盛，这什么情况？好刺眼！就连考核老师也被此景震惊住。慕宁雪与艾坤更是瞪大了双眼，这难道是地奇、逢魔石王还是修罗铠甲？此刻慕宁雪的内心压力巨大，如果这样的话，自己的第一就被抢了。就在这时，浑身散发帝王气息的铠甲浮现出来，居然是帝皇铠甲。瞬间，老师脸上露出了难堪的表情。完了，这孩子废了。毕竟在历史记录中，觉醒帝皇铠甲的觉醒者根本无法进行合体，久而久之就被挂上了废铠的名号。艾坤摇了摇头，原来是废物帝皇铠甲，他这辈子算是废了。慕宁雪同样点头，好了，0分，你可以下去了。就在所有人认为你废了时，你却已经笑得合不拢嘴。太好了，老子终于觉醒帝皇铠甲了！见此，全班人全部傻眼了。逍遥是不是疯了？他居然在笑。老师也摇了摇头，果然觉醒帝皇铠甲的同学会崩溃。逍遥，你可以继续进行潜力测试，当然也可以放弃。话音刚落，你就将手放在了觉醒石上，潜力等级9星，全场炸裂！怎么可能？9星潜力，我靠，666，最垃圾铠甲搭配最强潜力，天妒英才啊！你看到自己的潜力也猛了，居然是9星，但你很快就反应了过来，毕竟穿越过来时自己觉醒了特摄系统，上来就送给自己一个5星光影血脉90%大礼包，并且觉醒的还是帝皇铠甲，潜力怎么可能低呢？好了，考核结束，具体分数之后可以查询公布，没有成功的同学们也不要气馁。老师等一下，我不认为我的分数是0分。听闻此话，全班人脸上全是难以置信啊！逍遥在干什么？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废物铠甲，分数自然是0分，还不认为？难道真的疯了？老师满脸疑问的看着你。逍遥，老师知道你不甘心，但是分数绝对没有问题，毕竟再高的潜力无法变身也是无济于事。老师，我可以召唤铠甲，并且挑战本次第1名、第2名，以此来证明。闻言，考核老师愣住，用一种难以相信的眼神看着你。同学，你是认真的？你知不知道这个挑战很难？你点了点头，我知道啊，所以才挑战。要知道，自从这个规定出来之后，刚开始还有人挑战过，但是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人全都被打成了折叠品。不是，逍遥是谁给他的勇气？梁静茹吗？太狂妄了，居然挑战前2名。逍遥，老师劝你还是不要挑战了，比赛拳脚无眼。之前的事情你也听说过，他们可不会手下留情。这个挑战极其严格，绝对不可能放水。你一再坚持，我确定他们2个人一起来，我也可以的。帝皇铠甲实力跟你开玩笑的吗？有实力藏着掖着，那样多难受。现在自己帝皇铠甲90%血脉，还怎么低调？完全不允许啊！见此，艾坤忍不了了，狂妄啊！区废铠怎敢出此狂言？慕宁雪也没想到你居然敢主动挑战，在他眼里，帝皇铠甲就是个垃圾，无法变身的废物。如果开始挑战，他这一拳下去，不得直接给你干成3折叠？逍遥真敢啊，这是不要命了！此时，慕宁雪走了过来，老师，我觉得我们可以给逍遥一个机会，2打1根本不可能，1对1就可以了。艾坤嘴角轻笑，既然你不自量力，那就来吧，当然我也不会手下留情。你想好了？你点了点头，当然可以，不过我还是希望你们2个人一起上，因为我赶时间。听闻此话，艾坤拳头握紧，青筋暴走。好，你小子真的狂妄，见过狂妄的，没见过你这么狂的。他现在看你更像是一个小丑，一会绝对得给你打成折叠品。好吧，既然你如此肯定，那就来吧。他不信区帝皇铠甲还能1打2不成？逍遥真的是不知天高地厚啊！帝皇铠甲变身都是问题，怎么打？不甘心那也不能不要命啊！不多久，所有人被转移到了考核场地。好了，可以开始了，比赛全程录制。此刻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不是吧？有人居然启动了挑战，不得不佩服他的勇气啊！所有人都认为你会被秒杀，逍遥，你一天是废铠，一辈子都是废铠，你会后悔的。随后，艾坤拿出红色照相机，往腰间一插，刑天铠甲合体。下一刻，他就完成了变身。紧接着，慕宁雪也拿出召唤器。这时候，艾坤抬起手拦住了他：“这小子就交给我好。”
好了，你看他连召唤器都没有，显得我们欺负他。穆宁雪看了你一眼，对啊，他怎么不拿出召唤器？见状，老师也纳闷起来。逍遥同学，你真的准备好了？你缓缓上前，你可以尽管出手了。狂妄，太嚣张了。然而下一秒，他就瞪大眼睛，你的身上逐渐出现了铠甲的轮廓，并且一块一块的进行组装。怎么可能？他真的能变身？帝皇铠甲不是废物铠甲吗？此时你抬起拳头，大步走了上去，伴随着龙吟，你大喊一声：“帝皇铠甲合体！”此时你走到了艾坤身边，帝皇铠甲散发的霸气让艾坤不由得发起抖来。还不等艾坤做出反应，你直接蓄力一拳，砰的一声打在刑天铠甲上，顷刻间刑天铠甲就被打成折叠屏飞射了出去，在落地的瞬间就强行解除了铠甲。此时一道系统音在耳边响起：“恭喜宿主打败刑天铠甲，获得系统积分加30。”我靠，发生了什么？怎么一拳就给秒了？我是不是眼花了？帝皇铠甲这么厉害的吗？与此同时，穆宁雪不敢置信地瞪大了双眼：“你居然召唤出了帝皇铠甲，你到底怎么做到？先把你打败之后，我再告诉你。毕竟我要挑战的是你们2个人。”穆宁雪看得出来，帝皇匣根本不是什么废铠，而是实打实的终极铠甲。但身为铠甲世家的他也不会退缩。来吧，考核还没有结束。随后他将黑蜥铠甲召唤器戴在手腕，并做出变身动作。黑蜥铠甲合体，顷刻间一套通体黑色铠甲遍布他的全身。穆宁雪合体黑蜥铠甲了，以他的天赋，使用起来肯定得心应手啊！这一次说不定能打得过逍遥。逍遥，我要出手了，我绝对不能输！说罢，他就紧握拳头向你冲去。他的身形很快，眨眼间他就来到你的面前，咣当一声，黑蜥铠甲一拳重重地砸在了你的胸口，却并没有给你造成任何伤害，反而穆宁雪却被极光盾的反弹震得右手隐隐作痛。你怎么打我极光盾上？这是最坚硬的地方，真会挑地方打。穆宁雪懵了，即使你再强，自己打一拳也不能受伤的是自己吧？帝皇铠甲难道是防御型铠甲吗？不然这一拳怎么没有伤害？这是怎么了？我怎么看到黑蜥铠甲手在抖？难道帝皇铠甲出反甲了？不科学啊！帝皇铠甲不是垃圾铠甲吗？现在怎么这么强了？此时穆宁雪被你的威压吓得瑟瑟发抖。你到底是谁？怎么会这么强？我是太阳，我是天道的化身。下一刻，你快速闪到黑蜥铠甲面前，轰的一拳直接将黑蜥铠甲打成了折叠屏，并如炮弹般飞了出去。在倒地的瞬间，就强行解除了铠甲。这一拳直接将穆宁雪打得到心破碎，甚至开始怀疑人生。你摇摇头，这么不经打，我这一次明明收力了，无趣。此时系统音再次在你脑海响起：“恭喜宿主打败黑蜥铠甲，获得系统积分加50，系统商城已经开启，注意查看。”怎么可能？高考觉醒第1名的天才穆宁雪居然输了，破历史了！觉醒失败的人挑战成功，逍遥是第1个吧？逆天了！就连考核老师也露出一副震惊样子。原来帝皇铠甲有这么强！老师怎么样？我这分数是不是可以提一提？当然，逍遥同学，你通过考核，成绩会在网上公布，到时候登录查询就可以了。一切结束后，你便准备回家了，毕竟考试已经完成了。就在这时，穆宁雪走了过来。等等，怎么还想要继续吗？不是，我不是来跟你战斗的。恭喜你通过了挑战，不过上清北大学之前，每一个学员都需要完成1次击杀异能兽、幽冥魔或者异虫的任务。原来如此，你是想要组队？穆宁雪点点头。这些家伙太强了，作为新人很难完成，大多数情况大家都是组队。爽啊！这样的话，获得系统积分，自己就可以解锁其他铠甲。就在这时，校门口传来一声巨大爆炸，一声声惨叫应声传来。完了，出去支援的人全都被打败了，快跑吧！穆宁雪黛眉微皱，同学发生什么事了？别提了，异能兽入侵了。觉醒的同学经验太差，根本打不过，现在全躺下了，快跑吧！听到这里，你眼前一亮，太好了，积分来了！逍遥，我们也先撤吧，等待老师来支援。你先走吧，我去看看。说罢，你头也不回地朝着门口跑去。此刻校园门口，众多觉醒铠甲的同学全部被打倒。卑微的人类，今天我们就将你们全部干掉，所有人一个不留。就在这时，教导主任赶了过来，你们这些家伙，给我住手！随后他向后瞥了一眼，发现你居然在一旁，这小子不会自己想上吧？同学快撤，这些家伙交给老师就行。随后他腰间浮现出一个满是昭和气息的腰带，这居然是假面骑士2号。没想到主任还有点东西，骑士是骑士，我们有救了！我的双手已经饥渴难耐了，异能兽你们的性命就由我收下了。随后主任做出变身动作，下一刻他就变成了满满昭和气息的骑士2号。紧接着主任勾了勾手挑衅道：“你过来啊！”被激怒的刺木兽掏出狼牙棒就冲了过去，然而骑士2号一脚就将狼牙棒踢飞，随后一记冲拳，刺木兽直接被打飞了出去。不过就在主任分神之时，牛魔兽一斧就重重砍在主任后背，中招的主任当即就倒在了地上。随后剩下3只异能兽连忙上去补刀，轰的一声，主任就被爆炸轰飞，倒在地上解除了变身。老师被秒了，我们快跑吧！完蛋了，那我们怎么办？结，你们的老师被打败了，你们没有希望了。谁说的？这么早下定论？你们也太自信了。此时老师艰难地走了过来，同学别去，他们很强。你没有回应主任，只是一味地向前走去。下一刻金光爆发，金色铠甲将你全身覆盖，帝皇铠甲合体。此时看到你又变身的同学再一次震惊住了。逍遥不是刚战斗完吗？怎么又变身了？不是他怎么不用变身器就变身？结，新觉醒的小子，你也来送死！区4只虫子也敢张嘴说话了？小子死到临头了，快点收招！还没等刺木兽说完，已经直接消失在了原地。人呢？怎么消失了？虫子你在看哪里？我在你身后。话毕，你直接一拳轰出，一声巨响，刺木兽直接原地爆炸啊！开了，这要是没有我直接开吃，这一击不会用尽所有力量了吧？逆天太逆天了！一拳干爆一头异能兽。见此，其他3只异能兽也被震惊住。兄弟们，这打毛线啊！一拳一个。与此同时，你拿起刺木兽的魔贴，将其放在乾坤腰带上，瞬间魔贴化作光点，尽数被吸收。恭喜宿主一拳打死刺木兽，获得积分加40，吸取能量，提升血脉。爽了，原来打怪物还能提升实力。好了，接下来就到你们了，看你要动手。异能兽
兽直接吓傻了，怎么可能？帝皇铠甲不是废铠吗？难道人类故意放出假消息忽悠我们？兄弟们，我们一起上！下一刻，3只异能兽一同向你冲去，但面具下的你却露出一抹邪笑。随后你双手一合，禅定印。顷刻间，周围时间空间全部静止。见到此技能，远处的同学都懵了，这是什么逆天技能？时间停止太恐怖了吧！与此同时，你身形一闪，手起拳落，一声超级大爆炸，剩下3只异能兽也化为了封魔贴。恭喜宿主击杀4只异能兽，获得120积分。紧接着，你将3张封魔贴进行了封印，666，演都不演了，阴的没边。之前嘲讽帝皇铠甲是废铠的众人，现在就犹如一只小丑。此时，许多被你吸引的小迷妹将你团团围住。小哥哥，要不要留个联系方式？有没有兴趣搞个对象？对于这些胭脂俗粉，你很是无奈，你大手一挥，直接拒绝了他们，头也不回的离开了学校。回到家后，你迫不及待的查询起了高考成绩，看了一眼后，你愣住了，100分还是9星，全市第一，爽爽爽震，无敌了！突然你想到今天获得了不少积分，紧接着你连忙打开了系统商城，下一刻琳琅满目的铠甲骑士呈现在你眼中，看着数不尽的骑士跟铠甲，你嘴都笑歪了。现在已经有200积分了，这个世界最不缺的就是怪人，当然还有其他铠甲骑士，但凡他们积分不就手到擒来。第二天，你一早就按照导航来到了清北铠甲大学，由于自己是满分，所以直接被录取了。刚进学校，一道阴阳怪气的声音在你耳边传来：“你就是逍遥，听说你觉醒了帝皇铠甲，而且还到了这个学校，真是走了狗死运啊！不过你昨天欺负我弟弟的事情，今天我得和你掰扯掰扯。你弟弟是哪根葱？我怎么知道？”艾坤，哦，不认识。这个时候，周围不断有人为了上来，喂，那不是艾辰吗？他怎么又欺负新人？谁能知道？过去看热闹吧。要知道，在清北大学，强者为尊，鼓励学生互相切磋。好了，别墨迹了，想打架直说。就在这时，穆宁雪也来到了学校报名，看到一大群人围着，他也靠了进去，打起来了，爽啊！不过一个新人是怎么敢和学长战斗的？艾辰实力虽然不是最强，但是对付新人基本秒杀。穆宁雪也是一脸好奇，到底是谁这么勇啊？哪有新人和学长战斗的？然而他看了一眼，直接傻眼了，这是逍遥啊！这家伙怎么到哪里都要战斗？见此，艾辰一喜，你真同意了？废话，快点来吧！好，念你是学弟，我会手下留情的。穆宁雪吞了吞口水，逍遥同学，别去，你打不过他。你按着声音方向瞟了一眼，发现是穆宁雪，内心不禁吐槽了一句：我靠，怎么又是他？但你并没有理会，静静的看着艾辰装博一。此时，艾辰掏出一个黄色游戏机，小学弟你可要小心。废话真多，话毕，你直接跳到空中，一道金光闪过，你便完成了变身。随后你摆出类似骑士踢的动作，向着艾辰踢去。看到你的袭来，艾辰慌了，连忙进行变身，但还没完成变身，你一脚直接打断变身，将艾辰踢飞了出去。这是什么操作？灵针起手，直接打断了变身。这是什么招式？你大手一挥，这个嘛，我称其为端木踢。恭喜苏浙打败金刚铠甲，获得积分50。可恶，你小子不讲武德，居然偷袭！学长你还是太嫩了，铠甲战斗可不是儿戏。听闻此话，艾坤被气得够呛，这就是打败你的家伙，还有些手段。穆宁雪一愣，表姐，来人正是穆宁雪的表姐龙若曦。在看到了你的操作之后，她同样震惊了。不过对于这样的力量，她还是不太认可。逍遥是吧？你还挺有办法，很高兴认识你。说着，她主动将手伸出去，你自然也是握手，好软白皙如玉。不过很快你就放手了。逍遥，这是我的表姐龙若曦，她可是我们新人考核的导师。此时你恍然大悟，原来如此。随着周围新人越来越多，龙若曦走上台去，各位，我是你们的学姐龙若曦，是假面骑士花梦的觉醒者。听闻此话，这一届新人大学生全都瞪大了那双清澈的眼睛，新人全都流起了口水，受不了！我是瓦学弟，妈妈。好了，考核内容很简单，就是在市区里面寻找击杀异能兽欧克瑟一虫，第1名将会获得学校提供的修炼室，还有100万元奖励，学费吃住全免。此时穆宁雪看着你，我们要不一起？不要了，我一个人习惯了。被拒绝的穆宁雪内心隐隐作痛，毕竟从小都是别人追捧她，这还是头一次被人拒绝。不多久，你来到市区当中，此时一个身材窈窕的美女走了过来，小哥哥能帮个忙吗？我这有点东西搬不动，你能感受得到，她身上散发一股特殊的异能量，不出意外应该是欧克瑟。好啊，正好我也没事，你带路吧。不多久，美女将你带到了一处胡同中，人类你还真容易上当了。顷刻间，窈窕美女便化身为一只荷花欧克瑟，随后她挥动爪子向你脑袋抓去，然而你却轻松地挡住她的攻击。怎么可能？你怎么做到的？还不等欧克瑟反应，一道金光爆发，金色铠甲覆盖全身，帝皇铠甲合体，怎么这么闪？你是什么人？然而你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，你直接蓄力一拳，轰的一声，直接将欧克瑟打飞了出去。这一拳直接将欧克瑟打懵了，想都不想，当即就选择跑路。见状，你一个顺身挡在了他的前面。求求你放过我，我可以做任何事情，今天你必须嘎！难道我们欧克瑟就该嘎吗？呵呵，一色被色，你不嘎难道我嘎吗？随后你没有犹豫，又是一拳，欧克瑟直接原地爆炸。恭喜宿主打败荷花欧克瑟，获得积分加40，血脉提升。瞬间你感觉到一丝血脉提升的微妙感觉，一个字爽。此刻在学校观望的领导校长都傻眼，这小子是我们人类的希望啊！看样子帝皇铠甲果然很强啊！与此同时，城市内一道道呼喊声在一旁响起，怪物，我们上当了，打不过，快跑吧！见状，连忙你朝着声音方向跑去，但是4大凶手与其对战的正是黑蜥铠甲穆宁雪，但很快他就不敌4大凶手，一击就被打翻在地，太恐怖了！我们一起上也打不过，没得玩，我要退出！此时砰的一声，混沌直接将穆宁雪踢飞了出去。下一刻，穆宁雪直接强行解体倒在了地上。结，今天终于将这些人类干掉，怎么会出现如此强大的异能兽？快去支援，同学们危险了！龙若曦，快去支援！是远古4大凶手。收到消息的龙若曦先是大吃一惊，随后连忙向城市中心跑去。此时混沌注意到了一旁的你，朝着你的方向大吼一声。
生，还有人，同学快走，赶紧找人，你打不过的，我们这么多人都不是对手。但你直接无视，大步流星的走了上去。结，人类，你上来是送死吗？没看到废物同伴让你走吗？不过你想走也不可能了，因为你们都会死。虫子不配说话。下一刻，金色铠甲覆盖你的全身，帝皇铠甲合体，死到临头了，还敢如此狂妄，带点金色就以为厉害了，一会儿让你生不如死。正在逃悟口嗨的时候，你直接消失在了他面前。人呢？怎么消失了？你在看哪里呢？虫子还没等逃悟反应过来，你一拳轰出，逃悟直接飞了出去，撞在了墙上。随后你又快速移动，瞬间来到穷奇身后，一脚将其也踢在墙上，顺带你又一拳混沌也飞到墙上。好了，现在轮到你了。饕餮先是一愣，随后连忙拿起武器向你猛然刺出。见状，你先是一拳将他武器打飞，然后一脚也将饕餮钉在墙上。啊，这是帝皇铠甲能发挥出来的力量。与此同时，校领导已经张大了嘴巴，这不会是开了吧？这力量，这身法，怎么看都不是新人。可恶的铠甲，一起上嘎掉他们！4到临头了还不知？你一跃而起，直接来到了4只异能兽中心。结，笨蛋在我们中心，你死定了！快大家一起上！下一刻，4只异能兽同时汇聚出强大能量。见到此景，现场的同学都紧张的提到了嗓子眼。这么强的攻击你抵挡不住的，快跑！逍遥！此时你将双手一合，随后打出太极的动作，瞬间你的手掌之上，阴阳之力汇聚出庞大能量，随后你将这股力量朝着外面一推，乾坤极光，顷刻间4大异能兽攻击尽数被抵消。这是什么鬼东西？可恶！顿时4只异能兽全身炸开，化作了4张封魔贴附在面前。恭喜宿主击杀异能兽4只，获得240积分。刚才发生什么了？直接秒了，那可是4大异能兽啊！所有人都为你欢呼，一大群学生将你围了上去。李蛙，好帅啊！逍遥，我要给你处对象，别急，我要男神抱我一下，没有他就没有我。这个时候，慕宁雪好不容易挤了进去，然而一个踉跄差点跌打，而这时你也正好抬手向外走去，扑通一下，你们2人直接抱在了一起。顿时慕宁雪脸上红到冒烟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此时一道咳嗽声音传来，摸够没有？爽吗？异能兽呢？了解，已经被逍遥解决了。听闻此话，龙若曦整个人呆愣在了原地，短短10几分钟而已，他就都解决了，那可是4大异能兽啊！不多久，一切解决后，你便回到了家里。夜晚时刻，你打开积分面板，自己现在拥有440积分，刚好可以兑换地奇或者修罗。思前想后，现在自己已经有了铠甲，缺少骑士，兑换一个地奇刚刚好。随后你在系统商城内直接兑换了地奇，看着出现在手中的地奇驱动器，你不由得嘴角邪笑一下。就在这时，慕宁雪给你打来了电话：逍遥，你现在有空吗？我找你有事。你现在只想睡觉，所以果断拒绝了他。但是慕宁雪一再强调，他真的有急事。你轻叹一声便答应了他。之后你按照他给的地址走了过去，很快你就到了一处别墅旁。你掏出手机打给了慕宁雪，你说的位置我到了，逍遥你进来吧。对了，今天我爸妈不在家。闻言你内心有点激动，这难道要2人大战了吗？但事与愿违，慕宁雪只是找你请教如何提升实力，毕竟现在帝皇铠甲已经大火，他太想进步了，甚至连付出一些代价他都愿意。你真的什么都愿意？慕宁雪一怔，点点头，似乎是下定了决心。紧接着你笑着说道：其实也不是什么秘密，你太弱，就是光影血脉太弱了。听闻慕宁雪直接懵住了，毕竟这个世界是没有5行血脉的概念，5行血脉越强，你的实力也就越强。你能召唤黑蜥，就是你拥有水行血脉。慕宁雪摸摸头问道：那怎么才能提高血脉？正当你思考如何回答的时候，慕宁雪实在太激动了，一个踉跄没站稳，直接把你扑倒在地。一瞬间，她的脸颊红到了极致，你的火气也有些上来，实在受不了了。但你突然想到自己拥有高纯度5行血脉，说不定可以激活。你连忙扶起慕宁雪：我有办法了，但也只能试一试。我们俩先出去吧，你们2个现在浑身燥热，不出去也实在没办法。刚一出门，一个男子迎面而来，这小子谁啊？大晚上怎么在你这里？看到你俩面红耳赤，他当场就怒了：小子，你居然抢我女神啊！你谁啊？兄弟，你是不是傻？你哪只眼睛看到？我叫王凯。小子别解释了，我今天就要你知道厉害。说罢他就掏出欧兹驱动器。王凯你敢？什么都不用说了，今天我王凯就要证明，只有我才能配得上你。下一刻他将3枚硬币插入驱动器中，瞬间变身为假面骑士欧兹鹰虎王。逍遥都怪我，没事的，小欧兹在我眼前还不够看。小子你完了，敢靠近我女神，我会让你知道什么是痛苦。嘿嘿，正好自己缺少骑士卡，这就有人送来了帝皇铠甲合体。一道耀眼光芒之后，你便完成合体。慕宁雪看好了，我只演示一遍水之黑蜥铠甲的力量，你小子就是最近火热的帝皇铠甲，我倒要看看你去多强。说罢他掏出圆环扫描驱动器，然后跳到空中汇聚出骑士踢动作。下一刻轰的一声，现场发生巨大爆炸。帝皇铠甲不过如此，这一击你不死也残。看样子你踢得很歪啊，欧兹可不是这么玩的。王凯后背一凉，随后你瞬间出现在他后面，帝皇狂瀑炸。只见你面前出现一个渣字光贴，极光剑发出阵阵光芒，恐怖水行力量缠绕而出，随后极光剑轻轻一甩，你太弱了，轰一个巨大火球冲天而起。慕宁雪都看呆了，好帅，他总是那么帅。身为女性她沦陷了，但这是我黑蜥铠甲的绝招，逍遥用起来比自己不知道强了多少。求助他果然是对的，恭喜宿主击败欧兹，积分加80。下一刻欧兹消失，化作一张骑士卡出现在你手里。此时一道声音突然传来，不愧是帝皇铠甲，果然够强，我终于等到你了。逍遥，了解，你们2个在一起这时。听闻此话，慕宁雪有点慌张，我是来找逍遥同学学习。好了，我懂。对了，逍遥，你有没有兴趣加入我的队伍？要知道在铠甲学校中，很多人都是组成团队一起出击完成任务，但你却直接拒绝了他，这让龙若曦有些诧异。不过请你帮忙总可以吧？对付一个厉害的家伙，对你来说有架打就好。这些可都是积分。什么人？他叫蛇，觉醒的骑士是假面骑士王蛇。这时一身休闲装的男子走了过来，若曦，这就是你说的那个人。我看他听到王蛇的名字，估计是害怕了。宋杰，不要小看逍遥，帝皇铠甲
实力你也见过，并不弱。对了，逍遥，这个是宋杰，也是我们学校的，他是龙骑的变身者，你不难看得出，这个宋杰是喜欢龙若曦的，那眼神一看就不正常。想要得到我的认可，必须得有实力，又有架打，爽啊！龙骑卡片这不就手到擒来？你的挑战我接受了，有骨气，显然他对自己实力很有把握。毕竟觉醒龙骑已经好多年了，对付一个新人还不是手拿把掐，只要躲过帝皇铠甲的必杀，他就可以完胜了。随后他腰间浮现出腰带，插入卡盒后，一道红光闪过，假面骑士龙骑赫然出现。若曦，那我上了，毕竟两个妹子看着呢，他可不能放一点水。说罢，宋杰再次拿出一张卡，插入召唤机卡槽中，下一刻龙君刀赫然出现在他手中。看到寒光凛凛的龙君刀，穆宁雪不由得担心起来。表姐，要不算了吧？怎么你这是担心逍遥赢不了，还是对他有意思？听闻穆宁雪脸颊微红，表姐你说什么呢？龙若曦好像明白了什么，嘿嘿一笑，小子还不变身，你还在等什么？然而下一刻他就猛了，你竟然直接跑向他，然后高高跃起，一道金光浮现，帝皇铠甲合体，随后你一脚踢下，龙骑直接飞了出去，直到他脚下用力才勉强稳住身形。下一刻你快速瞬移，直接来到龙骑身边，见状龙骑抬起军刀一跃而起，然后狠狠地向你劈去，瞬间巨大的金铁交鸣之声充斥全场，居然是盾牌。龙骑震惊了，要知道他的龙军刀削铁如泥，没想居然被抵挡住。随后你用力一甩，龙骑直接被你拍了出去。逍遥，我也不跟你墨迹，这一招你能接住，算你厉害。说罢他拿出一张降临卡，然后插入手臂中召唤机。见此穆宁雪急了，这招可是龙骑最终技能，无数的怪人被他这一脚踢爆。穆宁雪生怕你抵挡不住这一击。与此同时，一条红色的巨龙赫然出现，随后龙骑做出动作，红龙将其缠绕其中，然后龙骑一跃而起，伴随着红龙咆哮，龙骑双脚充斥着火焰，向你快速提来。帝皇铠甲，你见过红龙吗？去嘎巴帝皇铠甲。见此面具下的你却露出不屑的笑容，你管这叫龙？我比你更懂龙。下一刻，天空之上一道金光，一条金色巨龙咆哮而出，帝皇终极战龙。在场三人全部懵了，他怎么也有龙啊？此时帝皇战龙冲天而起，轰的一声超级大爆炸，二龙一起撞击一起。龙骑本以为可以直接提爆帝皇战龙，然而帝皇战龙毫发无损。随后帝皇战龙咆哮一声，一口咬住龙骑，将其顶了出去。龙骑慌了，逍遥，快放开我，快停下！啥？我没听见。下一瞬，帝皇战龙直接带着龙骑撞在了一座大楼之上，轰的一声爆炸，龙骑缓缓从高楼中掉了下去。龙若曦看呆了，没想到龙骑的最终降临竟然无效。就在这时，一道系统音在你耳边响起：恭喜宿主击败龙骑，获得系统积分+60。随后你的手中出现了龙骑的卡牌，爽了，毕竟自己现在不仅是帝皇，而且还是假面骑士地骑，卡牌对你固然重要。逍遥，你这过分了吧？我已经手下留情了啊，这也算是手下留情了。而穆宁雪看你的表情更加崇拜了。学姐不知有没有时间和你请教一下，不知道学姐有多强？可以，你要能击败我，姐姐答应你任何一件事。而且学姐可不是那么轻松被你打败，学弟你可要小心啊！我小心，学姐我怕你顶不住啊。不过你刚刚变身帝皇铠甲，你确定继续吗？学姐不必担心，我觉得你还是好好担心自己吧。说罢，龙若曦掏出驱动器，然后插入腰带之中。下一刻，光华闪过，假面骑士花梦赫然出现。逍遥怎么样？样子不错，就是不知道实力如何。这时他笑着说道：“其实我还是不太想跟帝皇铠甲战斗，你要是会编其他的就好了。”听闻此话，你邪魅一笑：“有的学姐，我可以满足你。”话毕，你的腰上浮现出了地骑的腰带。龙若曦大吃一惊：“地骑？怎么可能？你不是刚觉醒帝皇铠甲吗？”此时你掏出地骑驾驭卡，然后往驱动器中一插，伴随着口吃音效，一道光华虚影，你便变为假面骑士地骑。不敢懈怠的龙若曦立刻挥动拳头向你冲来，你顺势直接一个侧踢抵挡，龙若曦直接被击退数米。不愧是地骑，你当真第一次变身？没错。听闻此话，龙若曦心中闪出一份侥幸，第一次变身，那么跟骑士的契合度肯定不高。随后他掏出腰间短剑，对着你疯狂连刺，然而却尽数被你躲避。下一刻你抓住对方短剑，然后对着腹部就是一脚，龙若曦直接倒飞数米。随后他稳住身形，掏出卡牌插入召唤机，瞬间你的脚下喷出水柱，见状你连忙躲避，紧接着一只天鹅飞了出来，化作一把羽翼砍剑向龙若曦冲去。下一刻龙若曦抓住砍剑，然后迅速向你砍去。此时你掏出龙骑卡牌，插入驱动器中一推，红光闪过，你又化身为假面骑士龙骑。围在一旁的宋杰傻了，不是这当面道好，怎么可能？与此同时你抵挡住花梦攻击，然后一拳轰出，花梦再一次倒飞出去。龙若曦此时发现你的近战太强，只能拿出掏箱底技能了。思绪过后，他掏出防御降临卡插入召唤机，瞬间一把白色盾牌飞来，紧接着花梦后背展开一双白色羽翼。穆宁雪一愣，是防御降临，这个技能表姐很少使用。此时你被无数的羽毛包围困住，但你根本不慌，拍了拍手说道：“学姐，你喜欢几分熟的烤天鹅？什么意思？这是小看我？学姐，既然你不说话，那就全熟吧，你也不墨迹了。”掏出一张卡插入驱动器内，强袭降临，天空一大团火球从天而降，你抬手接住，手臂上赫然出现一个红色龙头。此时你做出攻击状态，然后开始蓄积能量。下一刻你一拳轰出，一大串火焰直接喷了出去。龙若曦连忙用盾牌去抵挡，然而就在这时，你身形一闪，直接就是一拳，龙若曦直接被打成折叠屏飞了出去。但龙若曦没有放弃，她再次拿起短剑向你冲去。然而此时你已经插入最终假面驾驭，瞬间一条红色巨龙出现，红色巨龙伴随着咆哮冲向花梦。下一刻红龙咬住花梦，径直向一旁墙壁冲去，轰的一声，龙若曦当场被打得
的解体，倒在地上昏了过去。多喜宿主击败假面骑士花梦加60积分。见你操作穆宁雪，当场呆若木鸡，但他更多的是对表姐龙若曦的担心，连忙向龙若曦跑去。此时你拿起花梦驾驭卡说道：“对了，他怎么样了？好像昏迷了。”你略有尴尬，看来自己出手过重了。逍遥，我表姐有点重，我抱不动，不如你来吧。虽然你有些拒绝，但毕竟是自己造成的，你还是抱着龙若曦前往了诊所。然而在路上时，突然出现2道身影，结，这是要去什么地方？不如把你们的小命留在这里吧。见状，你抱着龙若曦转身看去，身后不知何时出现了2个双胞胎姐妹，是她们，黑白双煞姐弟。闻言，你有点疑问，姐弟怎么看都是女孩子吧？不要被骗了，她们是托马克家族的，是怪人。此时清醒的龙若曦同样震惊，逍遥快跑，你才刚战斗完，对付他们完全没问题。穆宁雪同样担心，生怕你是强装镇定。逍遥表姐，你们先撤，我来断后。说罢，他便掏出黑犀铠甲召唤器。闻言，怪人姐弟坏笑了起来，姐姐，我们运气真不错，居然还是铠甲学校的人，做成黑暗灵石绝对美味。话落，2人便化作2只饿狼怪人，他们手里一人拿短刀，一人拿手枪。见状，你将龙若曦交给穆宁雪，好好照顾你表姐，打怪人才是我的专业。看向2位怪人，你嘴角露出邪笑，没想到你们2个居然自投罗网。你对自己也自信了，连续变身，高强度战斗，你早已没有铠甲能量了。好了，姐姐，别跟他废话了，收拾他，再收拾他的2个小女友。愚蠢，忘了告诉你，帝皇铠甲是没有极限的。边说，你便向2人走去。此时短刀饿狼兽径直向你冲去，还不变身，你恐怕不能变身吧？就在他即将冲向你时，一阵光芒闪过，帝皇铠甲合体，紧接着你一拳轰出。感觉不对的短刀饿狼兽连忙快速向后撤退，太恐怖了，他不仅可以变身，居然还是秒变身。毕竟在他们印象中，帝皇铠甲同样是废物的刻板印象。我们一起上！手枪饿狼兽先是几发光弹射出，就在你躲避之时，短刀饿狼兽连忙向你刺去，得手了。然而一声巨响，他竟直接刺在了凭空出现的极光盾。怎么可能？你们怎么都喜欢打这里啊？此时饿狼兽想要从激光盾上挣脱，然而却被你散发的帝王气息镇压得无法动弹。弟弟快跑！晚了！你轰的一拳直接将饿狼兽打飞数米，一瞬间烟尘四起。见状，手枪饿狼兽急忙跑了过去。弟弟，你没事吧？这家伙太强了！短刀饿狼兽感觉自己要被一拳干死，没想到你的狼皮还挺厚，居然没被我一拳秒杀。下一刻，你快速瞬移，消失在了原地。一瞬间，你就来到2人身前。手枪饿狼兽下意识向你射出数发光弹。见状，你直接一拳，轰的一声，一个巨大火球出现。太好了，干掉这个变态了！然后烟尘散去，一道金光闪出，你就静静地站在原地。你的手枪太弱了，让你看看什么叫力量。说罢，你又是一拳轰出，手枪饿狼兽直接被你镶嵌在墙上。见此，短刀饿狼兽怒了，你竟敢伤害我姐姐！下一刻，他化作无数幻影向你疯狂刺去。小南娘刺够了！你一手直接抓住了短刀饿狼兽，然后再一拳将他轰出。短刀饿狼兽直接撞在了手枪饿狼兽上。此刻，龙若曦与穆宁雪整个人瞪大了双眼，太强了，这简直就是天才！在他俩的印象里，这2只饿狼兽可不弱，很多执行任务的铠甲骑士都惨败在他们手里。而此时2人就像2个唐人一样，随便被你抱住，懵逼的不止他俩。同样2只饿狼兽也懵了，姐姐这家伙很强，我们还是赶紧跑路吧。闻言，手枪饿狼兽也同意的点点头。帝皇铠甲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们后会有期。想跑，你们可跑不了。此时你扭动腰间，腰带转轮，极光剑缓缓出现在你手中，瞬间极光剑发出光亮，你的身后突然出现一对白色翅膀，你整个人直接飞到空中。帝皇穿风刺，只见你的面前出现一个金色方框，下一刻背后羽翼化作尖刺，透过字帖冲向饿狼兽。这不是风鹰侠的能力吗？逍遥怎么也会？就在尖刺要将饿狼兽刺穿时，一股恐怖的攻击直接斩来，轰的一声爆炸，穿风刺直接被抵消掉。小弟弟这么欺负我的姐姐弟弟还真不礼貌。你放眼望去，只见一个美女御姐手握镰刀赫然出现，龙若曦美眸大睁，是她格罗塔？怎么可能？居然真是她！面具吓得你眼睛情眯，果然是他们的大姐大来了。此时格罗塔看向地上的饿狼兽说道：“你们没事吧？躲到一边去，这里交给大姐来处理。”说着，她扛起手中镰刀：“你就是新出现的帝皇铠甲吧？居然敢欺负我的弟弟妹妹，大姐姐可要好好惩罚你！惩罚我？恐怕你还没有那个实力。还有，你一天是怪人，一辈子都是怪人，你也不需要使用人类的外表。”闻言，格罗塔一笑：“有趣的小弟弟，姐姐现在更想给你做成黑暗灵石。”说罢，她握紧手中镰刀，直接冲着你冲了过去。见状，你也挥动极光剑，一瞬间巨大金铁之名充斥全场。有意思，帝皇铠甲你果然很强，不过姐姐我更强。说罢，她用力挥动镰刀，一道强力斩击直接将你击退数米。不错，不愧是怪力女，力量真不错，只不过还不够看。话落，你直接瞬移到她面前，然后一拳轰出，格罗塔直接被轰飞数米。小弟弟，你惹怒我了！瞬间，格罗塔身上散发出恐怖气息，随后一道黑色光闪，他便成为怪人模样。大姐变身了，这回帝皇侠绝对打不过。放心吧，弟弟，这就是你的最强状态，希望你可以让我兴奋。此时，格罗塔一跃而起，挥舞着镰刀向你砍去。帝皇侠，就让我看看你的真实实力。你没有回应格罗塔，你只是将极光剑汇聚力量，然后瞬间斩出2道光斩，顿时格罗塔就被打了下来。此刻他抬起手捂住胸口，那是一道明显的剑痕。见状，你也不准备墨迹，极光剑发出阵阵红色光芒，一个写着斩的红色光贴浮现其中。龙若曦直接呆如木鸡，这竟然是炎龙铠甲的能力。风魔斩，饿狼兽姐弟同样震惊，姐姐快躲开！毕竟刚刚2人差一点就被帝皇穿风刺干成刺猬，鬼知道这一次又是什么技能。此时格罗塔抬起镰刀一挥，又是一道极致光斩斩出，下一刻2者相撞，瞬间升起巨大的爆炸，爆炸散去，只见极光剑又一次蓄力，还来！刚才那一击已经很难抵挡，这一击下去恐怕自己要嘎。想到这里，格罗塔没有怠慢，他身形一闪，搂住2个饿狼兽就消失在了原地。逍遥是吧？我记住你了，我们还会回来的。虫子就是虫子，跑得还真快。
快，可惜了，毕竟到手的积分全飞了。不一会你便解除了铠甲，怎么样，帅不帅？龙若曦和穆宁雪同意的点点头，帅，非常帅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不远处传来一道声音：龙若曦，没想到是你，你居然受伤了，不知道是哪位大神帮我出的这口恶气。只见一个黄毛男子从一旁走了过来，是你王蛇？龙若曦，今天我看谁还能救得了你？听闻俩人谈话，你内心暗爽，王蛇的驾驭卡还有积分，这不就来了？你是什么东西，在这里指手画脚的？小子，我劝你别多管闲事，这里没有你的事，滚到一边去。那我偏要管呢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说罢，他直接掏出王蛇卡盒，然后往腰带一插，一道光滑虚影后，假面骑士王蛇赫然出现。小子，现在不管的话，我可以放过你，你就是最近火热的帝皇侠吧？只要将龙若曦交出来，我可以既往不咎。听闻此话，你嘴角一笑，当然可以，但前提是你得先打败我。王蛇愣住了，很显然你没有把他放在眼里。龙若曦被你的话语深深打动，难道逍遥喜欢我？穆宁雪看向脸颊微红的表姐，也很是无语，这表姐也沦陷了吗？此时王蛇拿出一张降临卡片，然后插入召唤机中，他一把抓住毒佩剑，然后一言不合的向你砍去。看着冲来的王蛇，你心念一动，快速完成变身，然后掏出极光剑，快速挥动出一道斩击。不等王蛇反应，王蛇直接被砍了出去。随后稳住身形的王蛇再次向你冲去，与你对砍在一起，看上去好似5-5开的感觉。不好，逍遥没有能量了，这样下去就不是王蛇对手了。然而就在这时，系统声音突然出现在你脑海：触发特殊任务，使用龙骑击败王蛇，获得积分翻倍，免费体验所有契约兽奖励卡5分钟，体验结束，开启道具商城。什么情况？这么爽，还能免费体验道具，那自己可得好好玩玩。说罢，你击退王蛇，直接解除了变身。什么意思？看不起我？穆宁雪二人傻眼了。完了，逍遥到达极限了。但王蛇并没有就此收手，拿出毒佩剑向你砍去。你直接一跃而起，跳到了王蛇身后，然后掏出地奇驾驭卡，紧接着插入腰间出现的地奇驱动器，一道道光滑虚影，你便变为假面骑士地奇。地奇？怎么可能？你觉醒的不是帝皇铠甲吗？这样的话，那没办法，就让你见识一下王蛇的恐惧。说罢，他再次插入一张契约卡，契约降临，瞬间一条紫色眼镜蛇朝着你冲了过来。见状，你快速跳跃，躲过了毒蛇王攻击。小子速度很快，但这招我看你怎么应对。说罢，他又插入一张契约卡，轰的一声，一只巨大骑牛赫然出现在王蛇身后。怎么可能？居然是双契约兽！不，你以为我只有2只吗？其实我还有第3只。听闻此话，龙若曦、穆宁雪直接呆若木鸡，但面具下的你露出一脸不耐烦。3只契约兽确实不多，小子你到底懂不懂3只契约兽的含金量？话落，他又插入一张契约卡，一只粉色鳐鱼突然出现，你也不墨迹，掏出驾驭卡插入驱动器内，直接切换为龙骑形态。王蛇一愣，小子不知道你切龙骑干什么？老子3个异能兽怎么跟老子打？然而就在这时，突然冰冻降临，王蛇身后契约兽瞬间被冰冻起来，偷袭降临。王蛇慌了，到底是谁？鬼鬼祟祟出来！下一刻，一只大老虎扑了出来，将王蛇按到地上摩擦。见状，王蛇用力一挣，将老虎踢飞。此时你转头望去，那不远处正是假面骑士大牙，居然偷袭失败了，不过已经很爽了，不用谢，我只是个英雄。王蛇深吸一口气，我哔，别让老子找到你。希望刚才的插曲不影响你的战斗，毕竟我不喜欢打垃圾。小子，别以为这样就能打得过我，1打3，优势在我，你真的这么以为吗？说罢，你手中驾驭卡变成了3张。3张？你一个新人怎么这么多？你确定？你再仔细看看。下一刻，手里3张驾驭卡突然变成了1摞。见此，龙若曦和穆宁雪美眸大睁，震惊的合不拢嘴了。但最震惊的还是王蛇，怎么可能？你怎么可能有这么多？此刻王蛇瑟瑟发抖，你也懒得跟他废话，慢慢插入驾驭卡，瞬间一条毒蛇出现，然后又插入一条红色巨龙赫然出现。怎么样，是不是比你的多？说着，你又继续插卡，这次出现的是一只金属角蜥。接着你不语一味的插卡，断断续续召唤了7、8只契约兽，这么多契约兽打毛钱，这人简直就是个怪物。然而下一刻，王蛇更傻了，你再次插入一张驾驭卡，融合降临，瞬间所有契约兽融合成究极的奇美拉怪物。见状，王蛇颤抖着全身，插入融合降临契约卡，将3只契约兽合成一只巨大的兽地基因灭绝兽。不过对比你的融合兽，这只显然有点太小了。下一刻，你的融合兽先是一脚将王蛇契约兽踢飞，然后又是一尾巴将王蛇也抽了出去，王蛇全身瞬间骨头全断。系统音在此也响了起来：恭喜击败王蛇，获得系统积分加160。你手中也出现了王蛇驾驭卡。逍遥，你居然真的打败王蛇了。此时穆宁雪也摸着小脑瓜走了过来，逍遥，你怎么使用这么多降临卡的？而且你怎么还能变身地奇？这就是帝皇铠甲的力量，没有我不能那个驾驭的骑士，也没有我不能变身的铠甲。话落，俩人直接呆愣在原地。果然逍遥就是强。不多久，结束这一切后，你回到了家里，你打开机系统面板，上面的积分已然高达300积分，只要再赞一点，自己就能兑换修罗或者雅塔莱斯了。第2天，你回到学校，所有人都在讨论你与帝皇侠，毕竟你一人打败那么多强敌，而怪物联盟那边也已经将你视为头号大敌。这时，一个妹子走到了你的面前，你就是逍遥，这不是柳玉学姐吗？她找逍遥干什么？当然是干她，那可有好戏看了。此时众人已经将你们2人团团围住。好了，学弟，要不要跟学姐比试比试？又有架打，真爽啊！听闻她还是 Face 觉醒者，这驾驭卡不又手到擒来了？好啊，学姐。说罢，你们2人来到竞技场。太好了，终
终于能看到女神揍人了，不知道逍遥能不能坚持一回合。这时柳玉腰间已经带好 Face 驱动器，睡后他按下手机键尾，插入驱动器中，瞬间光华一闪，他便变为假面骑士 Face。你也没有墨迹，帝皇铠甲瞬间覆盖全身，一道金光爆发，帝皇铠甲合体。此时柳玉对你说道：“帝皇侠果然不一般，让学姐看看你的真实实力。”你点点头，没问题。那学姐可别怪我下手重了。下一瞬，你的面前出现金色方块，你抬手从中缓缓拔出极光剑。见状，柳玉准备先发制人，他打开驱动器，快速按下按钮，然后向你的方向跳去。深红电钻搭配骑士踢，悍然向你踢去，居然是骑士踢！逍遥这下完了，看来比试要结束了。下一刻，一声巨响传遍整个擂台 ，Face 这一脚狠狠地踢在极光盾上，但深红电钻无论多么用力，也无法破坏极光盾防御。怎么可能？我居然踢不动！话落，你用力一甩 ，Face 直接被你打飞了出去。不是帝皇铠甲盾牌这么厚啊，居然连骑士踢都踢不动，怎么样，叫妈妈？什么叫妈妈？哇，学弟狂喜！然而就在这时，你将极光盾扔到空中，然后你将手放在腰带上面，瞬间极光盾化作无数光线朝着下面飞来，紧接着你的面前出现五行必杀贴。柳玉愣住了，这是什么东西？下一刻，五爪金龙盘旋在剑上，居然是龙，这是契约兽吗？此时极光剑汇聚恐怖能量，武圣必杀！极光剑伴随金龙快速向柳玉冲去，在接触一瞬间，轰的一声爆炸，柳玉直接被炸飞了去，倒地瞬间就解除了变身。此时现场所有人张大了嘴巴，毕竟柳玉可是不败传说，居然被你给秒杀了！恭喜宿主打败柳玉，获得积分加85。然后你的手中也出现了 Face 驾驭卡。不多久，柳玉缓缓起身，但想到刚才你的爆发，瞬间恐惧感又笼罩全身。逍遥，你赢了！台下的龙若曦摸了摸头，他太懂这种感觉了，觉得必赢的局，结果就被秒杀了。可恶的逍遥，居然对女神下手这么狠！讨伐逍遥，为女神报仇！别叫了，有本事你们上来！你们一群舔狗！此时柳玉将手放在胸口说道：“都别说了，输了就是输了，没什么好说的。自己明明这么刻苦训练，没想到竟是被你秒杀。逍遥，我真的很弱吗？学姐，你想不想听实话？”柳玉同意的点点头。你太弱了，这三个字如同晴天霹雳。柳玉整个人都呆住了。我靠，逍遥你也太狂了！我要干他，跟他单挑。你们不服，那就上来！此刻柳玉整个人都快哭了。真的吗？你看着柳玉十分认真的说道：“你有没有真正了解过你的假面骑士？”听闻此话，他想起他的父亲也是这么教育他。这一刻，他牙龈一咬，当场哭了出来。见此，你直接懵了。我靠，这不至于吧？你这么说，你很懂你的铠甲。此时，一个看着像富二代的男子走了过来，这是赵宇，他是第七，居然第七觉醒者，有点意思。既然你是第七觉醒者，不服的话可以试一试。赵宇杰，我们只是切磋。此时柳玉站了出来，输了是我的问题，我的事情你不用管。赵宇杰用力抱着手回应道：“没事，切磋而已。学弟都提出了，我怎么好意思拒绝呢？”与此同时，学校领导也在关注着这场比试。校长帝奇要跟帝皇打了，我们也好阻止下马。不必，这次倒要看看帝皇铠甲有多强，没准这次能将他身上的秘密挖掘出来。此刻赵宇杰眯着眼，逍遥，你这么想试试帝奇，那么今天就让你知道什么是力量。说罢，他掏出驱动器扣在腰间，然后插入驾驭卡，随后一道光华虚影，假面骑士帝奇赫然出现。帝奇也不墨迹，掏出卡和剑就向你砍去。见状，你也掏出极光剑进行抵挡。帝奇，你玩得明白吗？下一刻，你用力一指，帝奇来不及反应，直接后退了几步才稳住身形。你什么意思？老子玩这么多年帝奇，还用得着你说？说着，他提剑就向你砍去。然而这时你身上铠甲竟直接解体。我靠，什么情况？我铠甲呢？逍遥是奥特曼吗？只能战斗3分钟，刚才释放那么强的必杀，肯定是没能量了。此时卡和剑直冲着身躯过去，然而你却露出一脸坏笑。下一刻，你抬起右手，当的一声，你结结实实接下这一击，接住了怎么可能？肉体怎么可能挡得住第七攻击？你妹的，你真的下死手，那就别怪我了。瞬间两道第七虚影融合，你也变身为了假面骑士第七。赵宇杰傻了，怎么可能？为什么你也是第七？但不同的是，这次你完成变身居然是紫灯。就在这时，系统声音也在你脑海响起：宿主使用第七战斗表现良好，已经升级为紫灯第七。爽了，原来战斗还可以升级。此时在场的所有同学全部呆若木鸡。我靠，什么情况？为什么会有2个第七？与此同时，怎么可能？逍遥居然还可以变身第七，这简直就是天才！要知道，骑士铠甲同时觉醒，在目前世界观里，这还是第一次出现。逍遥这个不会是冒牌货吧？你看赵学长是黄灯，而逍遥是紫灯，但赵宇杰明白，紫灯可是第七最猛的形态，根本不是他这个黄灯能比拟的。可恶啊！为什么你是紫灯，老子才是第七？见此，你拍了拍手说道：“你觉醒第七真的是浪费了，让我来告诉你，第七到底怎么玩。”你掏出最终假面驾驭，然后插入驱动器内，单手暴推，伴随着口式机械音，数十张卡牌光影出现在赵宇杰身前。下一刻，你透过光墙朝着赵宇杰踢去。见状，赵宇杰掏出卡和剑抵挡，但在接触一瞬间，卡和剑直接被踢爆，他本人也结结实实撞在墙上。这一脚如果不是卡和剑抵挡，赵宇杰直接就得烟消云散。此时现场的各位再一次目瞪口呆，这逍遥什么操作？直接放大招！你们都别看戏了，都赶紧给我上，给我废了他！随后2个人走了上去。学弟，你不是很强吗？3个人对你来说应该不多。来吧来吧，你们一起上吧，别浪费我时间。与此同时，校长3打1，我们要不要阻止下？校长摇摇头，你看逍遥貌似没有任何压力，如果他能过得这一关，我绝对要重点培养。就在这时，他们一人掏出地虎变身器，变为地虎铠甲；一人腰间浮现剑旗驱动器，变身为假面骑士剑。孙文变身了，据说他的剑技可以一人打5-6只异能兽。不是吧？你拿剑气3排打第七，难道没听说过跟谁组队都不能跟剑？除非这人是帝皇剑。好了，别墨迹了，你们快上了。
我们直接开大绝。这小子诡异的很。说罢，地虎铠甲召唤出裂地刀，然后扭动腰间按钮，只见一个 P 字光贴浮现。下一刻，他轻触光贴，地之所有力量汇聚刀剑之上，同时剑旗也快速刷完。红桃5、红桃6、红桃9 3张卡牌，然后他将力量汇聚右腿，高高跃起，以极快的速度向你冲去。与此同时，裂地劈也向你斩去。赵宇杰也掏出卡盒枪，然后插入最终假面驾驭，数发光弹向你袭去。完了，没戏了，这回逍遥是真翻车了。就连观战老师也觉得这次你必输，然而你却站在原地不躲，居然不躲，这次是吓傻了吧？此时你在系统空间内兑换剑旗驾驭卡，瞬间剑旗驾驭卡就出现在你手中，然后你轻轻一插，瞬间剑旗在空中变形。我靠，什么情况？老子身体不受控制。下一刻，他变身一把巨大的威剑刃，直接飞到你的手中，然后你轻描淡写的一斩，直接将裂地劈跟卡盒枪攻击抵消，瞬间现场引起巨大爆炸。这是什么情况？地旗还可以驾驭别人，演都不演了，还能这么玩？此时王刚看向赵宇杰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你也最终驾驭啊！好了，小卡了你们，该结束了。下一刻，你一脚将地虎铠甲踢爆，然后又是帅气的一击，轰的一声，地旗也爆了。此时系统声也在你耳边响起：恭喜宿主击败地虎铠甲，获得系统积分+60。恭喜宿主击败地旗，获得系统积分+120。随后你将 Blade 剑刃一丢，在落地一瞬间就变回了骑士形态。逍遥，我不打了，我认输了。但面具下的你却笑了，怎么能不打呢？好朋友就是要整整齐齐。下一刻，剑旗面前出现一串串金色光幕，随后你一跃而起，穿过光幕，又是一脚剑旗瞬间爆炸。我靠，太帅了，这就是紫灯地旗。此时你缓缓拿起剑旗驾驭卡，恭喜宿主击败剑旗，获得系统积分+80。2分半后，你刚走到外面，柳玉就将你拦了下来。逍遥，你好强，你能不能教我如何变强？我想拜你为师。看你有些犹豫，柳玉微微一怔，我可以付费，好成交，不过拜师就算了。此时刘校长跟主任走了过来，逍遥同学，你真是让我们大开眼界啊！没想到你居然是双觉行者，真不简单。你的天赋我们有目共睹，我这有渠道能让你变得更强。你挠挠头说道。校长那是什么？我给你安排一个强大的导师。逍遥，你小子运气真好，这个导师就是刘校长孙女，他可是修罗铠甲联盟的人，我好不容易说服他，你可要珍惜啊！不多久，一位很有气质的御姐走了过来，你就是逍遥吧？你的事我听说了，我叫刘思月，以后就是你的人生导师了。什么人生导师？我可是帝皇铠甲，还需要导师？此时你眯着眼看着刘思月，刘导师，你的正气好像不太足啊！你在说什么？什么正气？听闻你话，周围人也全都笑了。果然这个世界人都不知道正气，恐怕你无法发挥修罗真正实力。怎么？既然你这么说，那我如何相信你？你笑了笑，很简单，和我战斗。你是认真的？这可不是开玩笑。但话音刚落，一道金光浮现，你已经赫然变成帝皇铠甲。果然这小子自认为是天才，还是很浮躁，是得好好敲打。思绪过后，刘思月掏出手机，按下按钮，直接插入召唤器，瞬间伴随紫色闪电。修罗铠甲合体，这就是修罗铠甲吗？太帅了！没想到我们女生也可以这么强。逍遥，就让我看看你的实力。什么时候虫子也配说话？刘思月有点懵，他感觉好像自己的台词被人抢走了一样。下一刻，你二人身体如同炮弹般弹射了出去，两个拳头撞在一起的瞬间，发出了轰的爆炸声，一股强有力的余波扩散而出，现场就如地震般一样。我靠，家人们快跑啊！这俩人太恐怖了，平力就是必杀技啊！逍遥，没想到你还有点实力，居然可以跟我5-5开。什么5-5开？你难道认为刚才我出全力了吗？说罢，你一拳打出，修罗铠甲直接被逼退数米，才缓缓稳住身形。此刻面具下的你眼睛轻眯，果然他还没有完全开发修罗铠甲。不服气的刘思月拿下变身器，按动按钮，手上瞬间出现一把武器，那赫然就是修罗炼狱刀。见状，你也扭动腰间转盘，武器光贴出现，你抬手轻轻抽出极光剑。下一刻，你们俩人同时向对方跃去，武器碰撞的一瞬间，巨大的金铁交鸣之声充斥全场。但很明显，修罗铠甲处于下风。随后你右手用力，一道斩击斩出，修罗铠甲瞬间被击退。随后稳住身形的修罗铠甲再次抬起修罗炼狱刀，然后汇聚出3道霸气的雷电。下一瞬，修罗用力挥出3道霸气雷电附着在斩击向你袭去。你微微一笑，拿起极光剑随手一挥，一道金色剑刃斩出，轰的一声爆炸，4道剑刃双双抵消。见此，刘思月大为震撼，怎么你随手一挥的斩击就像必杀技一样？我就不信了。再来！下一刻，修罗铠甲将全身异能汇聚在右手之上，然后以掌击方式将战气轰出，修罗百破击，一瞬间空气爆破，一阵阵白烟冒起。然而下一刻，刘思月猛了，刘校长等人也猛了，烟雾散去，你竟安然无恙站在原地。这竟然是极光盾，你的攻击好像还差点意思。好，既然这样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说罢，刘思月按下召唤器按钮，全身异能汇聚刀刃之上，然后轰然斩出神魔灭绝劈，这是修罗的必杀技，好恐怖的能量，看来要一决胜负了。此刻你扭动腰间按钮，消字光贴赫然浮现在你面前。下一秒，极光剑接触光贴的瞬间，雷电充能覆盖在极光剑上，然后你向前一挥，两股力量对撞，整个操场都摇晃了起来。刘思月见状，双手汇聚狂暴电流，威力巨大，朝着你的方向攻去。见状，你也推出一记斩击进行抵挡。就在这时，修罗快速瞬移，下一刻就来到你的身后，他抬起修罗炼狱刀就向你砍去，然而砍下去却是一道残影。怎么可能？逍遥去哪里了？此时一阵铠甲落地声传来，这一次你的面前出现了5行的图标，在场所有人都呆若木鸡，这是什么操作？
这一击看起来很强，结束了，无影必杀，5个光贴将刘思月狠狠锁定，然后你穿过5道光贴向修罗砍去，在5道光贴威力的加成下，5道斩击恶狠狠地砍在修罗身上，轰的一声超级大爆炸，爆炸的火球直冲天际，一切散去后，刘思月直接昏死过去。恭喜击败修罗铠甲，获得系统积分加200，当前总积分750，爽了！这个积分已经可以兑换修罗雅塔莱斯了。2分半后，清醒过来的刘思月对你说道：“这一次是你赢了，我没有资格做的导师啊，居然被我打服了。你说我正气不足，你对修罗铠甲很了解吗？知道一点吧，反正比你知道的要多。”此时刘思月下定了某种决心，逍遥，请你收我为徒，教我如何使用修罗铠甲。见状，柳玉握紧双拳，我也要拜师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也想要。停，我拒绝。此话一出，三人全部犹如石化一般。与此同时，铠甲联盟内，帝皇铠甲果然够强，没想到修罗都不是他的对手。我怀疑拥有帝皇后，还会拥有其他骑士力量。钱老这也太离谱了，那帝皇铠甲岂不是无敌了？这件事情也只是我的猜测。对了，你通知王楠一声，争取将他拉入我们铠甲联盟。一切结束后，你回到家中，看着系统中的众多骑士铠甲，你全部都想要，但经过深思熟虑，你觉得还是要慢慢来。随后你花费600积分兑换了虫皇石王，此时你手中也出现时空驱动器，太爽了！金灿灿的骑士自己最喜欢。说罢，你就出门准备找点怪人练练手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一道光柱突然出现在你面前，一个男子慢慢走了出来。逍遥同学你好，我是铠甲联盟的王楠，这一次来想邀请你加入联盟。你眉头微皱说道：“不好意思，我没有兴趣。”王楠嘴角一笑：“逍遥，你可想好了，这次机会难得，我们也是看到你有些天赋，你别不识好歹。”听闻此话，你的表情变得凝重起来。王楠也感觉气氛不对，但他索性破镜破摔了。都说你的帝皇铠甲厉害，在五行光影最强，我王楠不这么认为。这么说你是要打了？那就别废话了。说罢，金光爆闪，帝皇铠甲合体。此时一股无形的威压从你铠甲上迸发出来，王楠直接被压制的有些发慌。不愧是帝皇铠甲，但是老子更强。要知道，王楠已经将炎龙铠甲修炼到极致，甚至只差半步就能进入炎龙的最终形态。下一刻，王楠掏出炎龙召唤器，然后戴在手腕，做出变身动作。炎龙铠甲合体，小子，希望你不会让我失望。说罢，炎龙铠甲一记冲拳向你攻去，你嘴角一笑，摆出太极拳样子与他对轰一拳，瞬间炎龙铠甲手腕打歪，整个人也如炮弹般飞射了出去。你格斗技巧这么烂，炎龙铠甲你能玩得明白吗？此刻缓过劲的王楠再次冲向你，打出蜀道快拳。这次出招很快，几乎看不到拳影，但你却嘲讽道：“你这个乱拳打别人还行，在我这里就是个垃圾。”随后你缓缓抬手，一股无形的力量直接将炎龙铠甲的脖子束缚。可恶，你到底做什么？垃圾不配问。说罢，你抬手一甩，炎龙铠甲直接飞了出去，重重的撞在了墙壁上。这就是你炎龙铠甲的极限。此时忍着剧烈疼痛的王楠扭动腰带转轮，一道武器光贴浮现，他双手一握，拿起烈焰刀的瞬间，又再次扭动光贴，召唤出红色必杀贴。下一刻，烈焰刀接触光贴后，炎龙烈焰的力量汇聚烈焰刀刀刃上，然后迅速向你斩去。封魔斩，逍遥这一击有本事你别躲。听闻此话，你挠挠头，我为什么不躲？你当我傻？说罢，你身形一闪，王楠大吃一惊，但他反应过来时候，你已经出现在他身后。请问你是在找我吗？下一秒，你蓄力一拳向他腰子轰出，炎龙铠甲直接倒飞出去，撞在墙上，强横冲击使整个墙面倒塌，炎龙铠甲直接被埋了进去。恭喜宿主击败炎龙铠甲，获得积分加70。此时过来找你的刘思月直接傻了，这炎龙铠甲就给秒了。小子，你居然敢对我们铠甲联盟出手，你小子胆子太肥了。说着，一个工装男子走了过来，刘思月正好你也在，我们一起出手。听闻此话，刘思月摇摇头，逍遥是我师傅，我不出手。刘思月，你什么意思？难道你要背叛联盟吗？铠甲联盟，大不了我就退出。好，刘思月，等我教训完他再处理你。此时又一个长发男子走了过来，不错，看样子今天可以清理门户了。你就是逍遥，帝皇铠甲，有意思，我早就想会你了。话落，又是一人出现，逍遥小心，这3个人都是铠甲联盟的人。好了，人都到齐了，是时候给这小子一点颜色。说罢，3人拿出驱动器，瞬间假面骑士斩月，假面骑士巴龙，假面骑士龙旋出现。见此，刘思月微微一怔，看样子他们这次是有备而来。无所谓，这些人还不够我打。小子，你太小看我们的力量，最好别拿我跟那些菜鸡对比。没错，你攻击我们铠甲联盟的人，今天无论如何都要给个交代。好了，咱们别跟他废话了。此时不远处，王蛇正看着一切。上次他被你打得很轻，差一点就再也不能变身了，但这次看到你被围观，他还是笑了起来。今天这里有大战，好久没这么刺激了。另一处，偷袭虎也注视到了王蛇，他下意识后退几步，准备找机会再次出手。刘思月这时走到你的面前，逍遥，你快走，这里我来殿后，他们还不敢拿我怎么样？没事的，区3个看着就很弱的杂鱼，还奈何不了我。此刻你身上的帝皇铠甲突然解体，刘思月一脸懵，逍遥，你怎么把帝皇铠甲解体了？你说这个啊，我正好想用他们练练我的新骑士狂妄，拿我们练手，谁练谁还不一定呢。别以为我们不知道，你的底牌不就是地奇吗？谁说我要变地奇了？打群架我更喜欢用它。话落，你手中出现了时空驱动器，然后你将驱动器扣到腰间，插入石王与虫皇表盘，紧接着你按动驱动器按钮，然后转动驱动器，伴随着大量骑士特效，金光爆闪，虫皇时刻，卡面来打虫皇石王赫然出现，全场全部呆若木鸡。与此同时，铠甲联盟宋老这逍遥怎么还能变虫皇石王？不要怕，他们3人还能打不过，想办法把这小子带回来。此刻这场世纪对决已然被偷袭虎上传到虎
互联网。穆宁雪与龙若曦看到直播，直接懵住了。逍遥怎么天天都在打架？而且逍遥怎么还可以变身重皇狮王？这是什么情况？就在这时，契约降临的声音突然出现。王蛇带着剧毒眼镜蛇慢慢走了过来。铠甲联盟的各位，不介意我也插一手吧？我跟这小子有仇，我倒是可以帮帮你们。王蛇没想到你恢复的倒挺快，正好连你一起收拾。说罢，你按下创奇金牌，瞬间汇聚出骑士踢的创奇，从空间之门冲向龙旋。下一刻，创奇直接将龙旋踢爆，然后化作光影消失在空气中。可恶，逍遥，你这小子过分了，过分吗？难道不是你们太弱了吗？说罢，你再次按下空我欧兹金牌，瞬间空我与欧兹汇聚，骑士踢向三人踢去。见状，王蛇急忙控制毒蛇抵挡，斩月提盾将巴龙护在身后。下一瞬，一声巨响，毒王蛇直接被踢飞了出去，重重撞在墙壁。斩月挥动盾牌勉强抵挡住攻击，然后这时你又按动 W 金牌，疾风王牌汇聚，骑士踢向斩月，轰的一声，斩月连退数米。此刻欧兹掏出光辉圣剑，然后又向巴龙砍去。见状，巴龙转化长枪进行抵挡。就在这时，突然一声强袭降临，天空之上，一个黑色骑士盘旋黑龙向你冲去，都给来自闪开。逍遥，你是我的目标。刘思月美眸大睁，怎么是他？龙牙！逍遥小心，他冲你来了，晚了。逍遥，今天你就会被我打败。然而见此，你只是轻轻按下龙骑金元，下一刻光芒大盛，龙骑盘旋无双龙对着龙牙踢去，轰的一声爆炸，龙牙一脚被踢开，直接砸在了地面上。而此刻龙骑则是缓缓落地，龙骑居然是你。下一秒，二人对视一眼，分别掏出龙君刀斗在了一起。另一边甩开欧兹的巴龙向斩月走去，你没事吧？小问题。话落，二人又与欧兹跟 W 站在一起。好了，游戏时间结束了，你们是时候下线了。下一刻，你的手中出现了时间极限剑，时间极限剑瞬间爆发出恐怖力量，金色能量聚集，一瞬间变成了一把金色大剑。我靠了，这是什么情况？此时你双手握剑斩出，王之极限斩击。见状，斩月快速向前，举起盾牌进行抵挡。然而下一瞬，斩月直接被炸飞，在空中飞了数圈，才狠狠摔倒在地。此刻斩月感觉自己半条命都没了，要不是刚才汇聚全部力量抵挡，可能早就烟消云散了。逍遥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你真的要继续吗？面具下的你微微一笑，怎么你们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全部留下吧。下一刻，你转动腰间驱动器，然后一跃而起。见状，斩月、巴龙、王蛇、龙牙全部施展各自骑士踢向你踢去。逍遥，我们4个人的骑士踢，你能挡得住吗？此刻你停在空中，谁说我是一人？你们瞪大眼睛看好了。话落，你的身边出现一个个骑士，整整20位骑士，全部汇聚出骑士踢样子。20骑士时间粉碎。刘思月抬头望去，他懵了，这20个骑士，演都不演了。下一刻，轰然一声大爆鸣，空间好似都要踢碎，现场一片狼藉，整个城市仿佛都在颤抖。一个巨大蘑菇云冲天而起，我去，这是陨石撞地球吗？此刻你缓缓落地，地面上整整齐齐躺着3个人，全部狼狈不堪，开始吐血。王蛇居然跑了，真是个狡猾的家伙。无所谓了，反正那家伙积分已经被我拿走了。此时系统声音也在你耳边响起：恭喜击败龙牙，获得积分加240；恭喜击败龙玄，获得积分加80；恭喜击败斩月，获得积分加80；恭喜击败巴龙，获得积分加80。此时4张驾驭卡也出现在你手里。逍遥，接下来你准备干什么？能干嘛？当然直接去找铠甲联盟，把他们给灭了。闻言，刘思月直接震惊了，不是逍遥你来真的？那铠甲联盟很强的，他们招募很多骑士铠甲，你一个人就算是重皇狮王也是太冒险了。就在这时，龙若曦与穆宁雪也赶了过来。逍遥他们人呢？你指了指一旁的3人，见状他俩直接傻了。此刻你已经转头朝着铠甲联盟位置出发。龙若曦2人一脸好奇，逍遥这是要？他说要去灭了铠甲联盟。哇，这怎么可能？这是你突然想起来，到时候自己直接用修罗不就行了？说罢，你在系统空间兑换了修罗铠甲，你手中也赫然出现修罗召唤器。此时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，是否需要消耗100积分，将当前正气值达到最强？什么情况？这个可爽啊！说罢，你直接点击确定，瞬间一股神奇的气息充满你的全身。逍遥怎么停下来了？然而这时你掏出一个手机，刘思月傻了，这不是我的修罗召唤器吗？难道还有第2个修罗不成？就在这时，几道光束落在你的面前，他们一个个身着骑士装备，你一眼就看出这是杂鱼骑士。兄弟们上！下一刻，杂鱼骑士们一同向你攻去。然而你只是随手抬起手中极限剑，瞬间一道横扫，杂鱼全部被你打爆。杂鱼解决了，现在该轮到铠甲联盟真正幕后黑手了。说罢，你解除变身，掏出修罗变身器，修罗铠甲合体。紧接着你按下手臂变身器。刘思月看好了，我只教一遍。此刻修罗的虚影突然浮现在铠甲联盟，原来就是你在后面搞我。修罗铠甲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懒得跟你废话。说罢，你发动移形换影，瞬间宋老还有他身旁的神秘人被你传送到了一旁。此时穆宁雪等人直接呆若木鸡，这是什么情况？此刻你指向宋老，就是你想要探探我的秘密，看样子你也没有什么实力，是吗？小孩子别太嚣张。说罢，他掏出卡盒驱动器，我已经很久没有活动。随后他将卡盒插入腰带中，变身，反面来打海瑶赫然出现。这时他又掏出一张卡片，然后插入卡槽机中，邪恶尾鞭赫然出现在他手中。此刻龙若曦眼眸轻眯，逍遥没问题吧？这家伙可是铠甲联盟的领导，放心吧，逍遥绝对没问题，吃亏的只会是他。下一刻，宋老长鞭汇聚狂暴雷电，然后猛然向你抽去，但你只是随手一抬，直接握住了邪恶摇鞭。怎么可能？这一击汇聚了高压电流，怎么毫无伤害？你的电太弱了，让你看看什么叫天地之电。雷霆电闪击，话落，你手中出现无尽雷电，然后顺着鞭子直接攻击海瑶本人，咚的一声爆炸，恐怖电流直接将海瑶电飞，邪恶摇鞭也瞬间化为灰烬。下一刻，你的身形一闪，瞬间来到海瑶面前，然后抬起就是一脚，砰
砰的一声踩在他身上，瞬间地面都展开裂痕，宋老身上的铠甲也瞬间消失。恭喜击败假面骑士海瑶，获得系统积分加60。海瑶的假面驾驭卡也出现在了你手中。随后你指向一旁男子，你是不是该出手了？没想到你居然把铠甲联盟搞成这样，今天我再不出手，看来是不行了。虽然你召唤修罗有些意外，不过一切到此为止了。说着，他也掏出一个卡盒，细看上面是不死鸟文章。龙若曦一眼就认了出来，你是假面骑士奥丁，没想你居然藏在铠甲联盟中。男子没有说话，嘴角轻笑，将卡盒插在腰带中，火焰充斥全场，两道虚影融合，假面骑士奥丁赫然出现。奥丁这下麻烦了，据他所知，奥丁在50年前就已经觉醒，不仅身份神秘，而且实力超凶，曾靠一己之力就打败无数骑士铠甲。想到这，龙若曦掏出卡盒，瞬间变身假面骑士花梦，然后掏出刺剑就向奥丁冲去。就是你当初害我父亲，今天你要为此付出代价。奥丁无奈摊开手，你父亲是谁我哪里知道。说罢，奥丁一记反抽，巴掌降临，花梦直接被一巴掌打飞了出去。别急啊，今天你们谁也跑不了，在神的面前你们就是蝼蚁。见他如此装博弈，你回击道，你装个蛋啊，你就是个鸟人，你小子说什么？但是无所谓了，今天你们都得嘎在这里。说罢，现场只剩下一片金色羽毛。下一刻他出现在刘思月面前，正当他要再次施展巴掌降临时，你突然快速闪身，对着奥丁一记反抽，奥丁直接飞了出去。我靠，这小子速度这么快吗？然而下一刻你又是一个反抽，你刚才不是很狂吗？就这啊！见状，奥丁留下羽毛消失在原地，然而你又出现他身后，对着他又是一个巴掌，奥丁被狠狠地抽飞数米。奥丁绝望了，为什么你的速度这么快？这时你又一跃而起，膝盖汇聚紫色能量向奥丁冲去，瞬间奥丁就被顶飞。就这吗？我还没出力呢。可以，你小子，这是你逼我的。话落，他汇聚漫天羽毛，然后悍然落下，所有事物接触羽毛瞬间就爆破开来。此刻你汇聚全身1秒，然后对着奥丁打出5发气弹，修罗百破击，轰的一声的爆炸，奥丁直接被炸飞。紧接着你又按下手臂按钮，召唤出修罗魔刃。见状，奥丁插入防御降临，他手中也出现一面黄金护盾。此时你匕首汇聚能力，一道气刃斩出，瞬间气刃与金盾撞击在一起。下一秒你又斩出一道斩击，见此奥丁直接瞬移，但等奥丁刚出现时候，魔刃瞬间射出一道光线，直挺挺的打在奥丁身上，火花四溅，奥丁直接飞了出去。逍遥开挂，他怎么知道奥丁的位置？你看着刘思月，好好学，好好看。随后你又按动召唤器按钮，直接召唤武器修罗炼狱刀，然后你将2把武器合在一起，修罗炼狱戟。奥丁见状掏出了最终降临卡，伴随最终降临音效，一只金色不死鸟飞了出来。逍遥小心，这是奥丁的最终降临。此时不死鸟燃烧火焰力量，朝着你的方向快速飞去。见此，你将手中炼狱戟蓄满异能，看好这一刀将会很帅。紫色狂暴能量充满整个炼狱戟，刀刃之中散发着诡异气息。神魔灭绝劈，下一刻你整个人化作残影朝着奥丁斩去。下一秒，黄金凤凰直接被斩为2半。见状，奥丁抬盾进行抵挡。此刻一道极致的光明直穿奥丁，径直飞向远处建筑物，瞬间建筑物一分为2。此刻奥丁身体光芒大盛，瞬间轰一声爆炸，奥丁直接被你秒杀。刘思月见此惊讶捂住嘴巴，这一刀太帅了，这才是真正的绝招。就在这时，系统声音在耳边响起，恭喜击败奥丁，获得积分加300。你拿起奥丁驾驭卡，你别说大 boss 积分还不少。另一边，王蛇走到奥丁灰烬附近，捡起了奥丁的生存卡，成了，这一次我报仇机会来了。话落，他直接变身假面骑士王蛇。逍遥，恐怕你早就没有能量了吧？今天咱们就新仇旧仇一起算算。你不耐烦地看了看王蛇，又是你这个虫子，上次让你跑了，你还敢回来？说罢，你解除修罗铠甲，然后金光爆射，再次变身帝皇铠甲。见状，王蛇也掏出生存卡，准备变身王蛇生存形态。此刻掏出生存卡的王蛇，将其插入龙召唤机中，瞬间2道虚影融合，王蛇生存形态赫然降临，身后的毒蛇王契约兽也变得巨大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化。下一刻，毒蝰蛇对着你吐出毒液，见状你一跃而起，只见被毒液侵蚀的地方直接被腐蚀殆尽。随后毒蛇王也飞到空中，向你悍然冲去。见此，你右拳汇聚力量，轰的一拳砸在毒蝰蛇身上，恐怖能量瞬间爆发，毒蝰蛇直接被炸飞，重重撞在建筑物上。王蛇愣住了，你小子为什么战斗这么久，还有如此实力？可恶，本以为变身生存形态可以与他为之一战，没想到这小子这么变态。然而就这时，你瞬间来到他的面前，汇聚恐怖力量的一拳直接砸在王蛇脸上，瞬间王蛇直接飞了出去。此刻王蛇大喊，你还在等什么？他本人也直冲云层越飞越远。这时天空一道身影划过，快看那是什么？是超人？不对，那好像是假面骑士。下一瞬，那道身影直接将王蛇接住，然后缓缓将王蛇放回地面。龙若曦瞪大双眼，那居然是天空骑士。随后天空骑士直接飞到空中，然后汇聚骑士踢向你，猛然踢去。然而你随手一抬，直接就是一拳，轰的一声爆炸。天空骑士一愣，没想到你小子能抵挡我这一踢。说罢，他将手刀附加刀刃，再次向你斩去。见状，你抬起手，太极八卦阵，瞬间天空骑士攻击被化解。随后你一拳打出，天空骑士先是飞到空中，然后重重砸在地上。我勒个骚刚，这也太变态了！不敢怠慢的王蛇快速插入3张契约卡。下一刻，毒蛇王、金属角蜥、邪恶潜摇3头契约兽同时出现。此刻他们3人都被生存强化，身体变大许多。随后王蛇又插入融合降临，3头契约兽瞬间合成基因灭绝者。逍遥，这一次我看你怎么抵挡，老子才是无敌的！只见巨大的地兽散发恐怖气息，一声咆哮使整个城市都震动起来。穆宁雪大吃一惊，没想到他居然将基因灭绝者都升级了。逍遥能打得过这家伙吗？况且还有一个天空骑士。此时天空骑士走到王蛇身边，我们一起上。
随后基因生存者与天空骑士一同飞到空中。然而这时一声龙啸突然传来，王蛇与天空骑士一猛，那是什么？居然是一条五爪金龙，这是帝皇铠甲的契约兽。此刻你手握极光剑，站在帝皇战龙前面，逍遥太霸气，简直不要太帅。这时又一个人跑了出来，帝皇铠甲来得正好，等你很久了。变身，一个足足40米的巨大骑士赫然出现，好大的骑士，这不能是奥特曼吧？有其他骑士也盯上逍遥了，我们得去帮他。说罢，刘思月掏出修罗召唤器，修罗铠甲合体，紧接着龙若曦、穆宁雪二人分别变身为花梦与黑犀铠甲。见状，刘思月召唤修罗炼狱刀，黑犀铠甲召唤出流星枪，然后黑犀铠甲面前出现渣子光贴，流星枪轻点光贴后，水之能力汇聚枪尖，狂酷炸。修罗也不怠慢汇聚异能，修罗炼狱斩。龙若曦也掏出羽翼砍剑，向前挥出一道强横斩击，轰的一声爆炸，使巨奇也有些吃痛。愤怒的巨奇挥动拳头，猛然向三人砸去。就在这时，突然他的动作停止，只见你双手合十，禅定意，随后光之战龙直接冲向巨奇。此刻你掏出极光剑，手起剑落，一道斩击挥出，当的一声重击，斩击被基因破坏者拦住。见状，天空骑士向你踢去，然而你只是抬起拳头一击，天空骑士直接飞了出去。另一边恢复的巨奇也被帝皇龙压制的无法动身。见此，你直接跳到空中，汇聚出5道光贴，然后你轻轻一点木质光贴，三人全部被光柱笼罩。什么情况？我们怎么动不了？你干了什么？下一刻，他们脚下全被木藤缠绕。帝皇战龙此刻飞到你身后，在空中一人一龙，好似神明。王蛇此时真的被吓傻了。逍遥，你要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我投降了。生存卡我可以给你，求求你放过我！面具下的你笑了，你以为你求我，我就会放过你？你以为我让你获得生存卡是为了什么？我只是想要王蛇生存卡而已。好了，我也懒得跟你们仨废话。话落，你将极光盾与极光剑一合，帝皇战戟，你浑身散发帝王气息，就让王蛇浑身发抖。逍遥，大题小做了吧？快放开我！放心，这一招威力很强，你是不会有痛觉的。话落，你站在帝皇战龙，手中帝皇战戟汇聚恐怖能力，帝皇降魔歼灭斩。只见帝皇战戟剑刃右变大一拳，一道金色斩击以极快速度冲向王蛇。下一刻，基因灭绝者与王蛇直接被炸穿，紧接着你又快速向天空骑士斩去，轰一声，天空骑士也炸了。巨奇慌了，这就是帝皇铠甲的力量，之前明明连铠甲都无法召唤，现在居然这么猛，正的发邪啊这家伙！逍遥，我就是来跟你切磋的，你别这么认真啊！现在我们不是在切磋吗？下一刻，你穿过巨奇，快速一斩，巨奇全身裂开放光，轰的一声直接炸开。刘思月已经震惊瞪大了双眼，我是不是也得正的发血，才能发挥帝皇真正力量？听闻此话，龙若曦二人也是一头雾水。此刻系统声音在你耳边响起：恭喜宿主击败王蛇生存，获得积分加300；击败天空骑士，获得积分加80；击败巨奇，获得积分加80。你手中也出现了3张骑士的驾驭卡。然而这时一旁传来声音：你们铠甲与骑士战斗就是好看，不过今天可以给你们一网打尽。龙若曦看向天空，满脸震惊，那居然是异能兽大军。此时空中密密麻麻出现一大群蟑螂兽，而地上出现的是他们的队长甲虫兽。此刻龙若曦三人吓得脸色苍白，毕竟3名女生还是很怕虫子的。结，今天博城将会被我们占领。听闻此话，你缓缓上前，你在想屁吃？甲虫兽整个人都愣住了。你就是逍遥，铠甲中的星星，消灭你这种人类天才就是老子最爱的。小的们上，给我将他撕碎！说罢，众蟑螂兽向你冲去。就在这时，一道光柱直接笼罩你的全身，一瞬间扑上去的蟑螂兽直接被炸飞。逍遥也太持久了，刚刚战斗完还能继续，这真的是战斗爽。而光柱消失一瞬间，帝皇铠甲再次覆盖你的全身，为什么你还可以变身？这不科学。此时你转动腰间转轮，缓缓抽出极光剑，随后你一跃而起，手起剑落，一道剑气斩出，瞬间数只异能兽被劈成2半。见状，甲虫兽抬手指挥，继续给老子上！下一刻，你又是一剑斩出，迎上去的蟑螂兽直接被干爆。然而烟雾散去，又是一大片蟑螂兽向你冲去。见此，龙若曦和刘思月直接傻了，这蟑螂也太多了，有好几千只吧？这样下去，逍遥要麻烦了。结，现在知道怕了吧？给老子毁灭吧！与此同时，整个城市人们都陷入恐惧，是异能兽群？难道今天城市要毁灭了？妈妈，我不想死，我怕。博城防卫队，赵峰眼睛一愣，什么？有人在博城下养这种异能兽？居然没有人知道。这时工作人员着急地说道：查到了，所在地就是之前的铠甲联盟，那里责任人是宋老。不对，最新消息是假面骑士奥丁，那家伙好像刚刚被帝皇铠甲打败了。支援什么时候到？这小子是人类天才，一定要保护好，绝对不能出事。此刻你已被蟑螂兽大军团围住。见状，甲虫兽狂笑起来，哈哈哈！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闯进来，你们给我包围了，倒是给我省力了，省得我一个个嘎了。说罢，你转动腰带转轮，五行之力瞬间附着在你手上，随后你举起极光剑，将无形之力转入极光剑中，然后猛然插在地上，用力一拧，我们必杀！下一刻，你的周身力量急剧攀升，以你为中心，一股恐怖力量瞬间炸开，成千上万只蟑螂兽全部化为灰烬，没一个能打呢。还有谁？甲虫兽被吓得下意识后退一步，怎么可能？老子的蟑螂兽大军这就没了！恭喜宿主秒杀蟑螂兽大军，获得积分加1000，总积分1710。系统商城也开启了升级系统，随后你收起系统面板，毕竟还有一只虫子没有秒杀。此刻博城防卫队的众人傻了，
赵峰握紧拳头，把支援队伍叫回来吧，战斗已经结束了，剩下这只甲虫兽，看样子也不是帝皇铠甲的对手。此刻甲虫兽掏出一把长矛，帝皇铠甲我也不是好惹的。说罢，他向你投出一柄钢铁长矛，去嘎吧帝皇铠甲。然而长矛刺在你胸口，瞬间变弯，然后弹射了出去。见此，你一个箭步冲到甲虫兽面前，然后一拳将他轰飞。还没等他停止，你又顺身倒他身后，又是蓄力一脚，甲虫兽直接被踢倒，在地上疯狂滑行。好了，虫子我也跟你玩够了，奖励你一个大绝。说罢，你转动转轮，五行光贴一字排好对付现在你面前。见状，甲虫兽直接跪地，逍遥大王，饶命啊！你可是正派啊，不要这么决绝啊！现在才求饶，好像有点太晚了。说罢，极光剑上盘旋一条金龙，轰然向甲虫兽冲去，不胜必杀。瞬间，极光剑穿过甲虫兽，甲虫兽全身爆裂发光，轰的一声超级大爆炸，甲虫兽直接被你秒杀。系统声音再次响了起来，恭喜宿主击败甲虫兽，获得积分加85。此时你解除变身，龙若曦三人将你围了起来，一个个看向你都是崇拜的眼神。逍遥，你也太帅了！你尴尬的挠挠头。好了，打了一晚上了，累死我了，我得回去好好休息休息了。不多久，你便回到家中，你看向手机，网上全是关于帝皇铠甲的谈论，但你没有理会，而是点开了系统面板。这次没犹豫，先兑换了雅塔莱斯，随后你又兑换了陀拿多铠甲，紧接着你又打开升级面板。虽然爆裂金刚跟战神形态自己也很喜欢，但是他们的诱惑力完全不如爆炎龙皇了。说罢，你直接兑换爆炎龙皇。此刻你的手机突然震动起来，喂，是逍遥吗？你的好朋友在我手里，地点发给你了，不想让你朋友嘎，就乖乖自己一人来。结，你是欧克瑟。这时电话里传来一声击打声，穆宁雪的声音也随着传来。逍遥，想必你也听到了，将所有召唤器交出来，我们就放了他。你只有半个小时时间，不然结，我们就撕票。说罢，欧克瑟直接挂断电话。你一脸无语，这只欧克瑟知道的太多了，不能留他们了。另一边废弃工厂，冷血欧克瑟看着穆宁雪，那小子马上就来了，看样子你还是有点用。小丑欧克瑟有些担心，据说那小子手段有点多，我们这一次真的行。美杜莎欧克瑟回应道，怕什么？我们有人质在手，他敢变身，我们直接撕票。冷血欧克瑟这时看了时间，马上就到时间了，那小子居然没来，看了他不可能为这个女人送死。说罢，冷血欧克瑟有些生气，抬起爪子就向穆宁雪走去。既然他没来，那么你就去嘎吧。就在这时，一道阴的没边的声音出现了，禅定一点，瞬间周间一切事物全部定格。下一刻，你从一旁走来，然后掏出一把钥匙插入驱动器中，瞬间你便变为陀拿多铠甲。随后你一个飞踢，直接将冷血欧克瑟踢飞。你看着五花大绑的穆宁雪，有点无奈的说道：“你没事吧？”这时其余两只欧克瑟懵了，什么情况？你是谁？陀拿多铠甲？你是元素世家欧阳家族的人？但穆宁雪一听就知道是你来了，这声音他太熟悉了。下一刻，你将其身上绳子扯断，穆宁雪一下扑到你面前，嘤，逍遥，你终于来了。你将穆宁雪带到安全地方后，又快速返回工厂。你小子到底谁？你们不是一直找我吗？怎么还不知道我是谁？你居然是逍遥？不可能！你为什么能变身陀拿多？懒得跟你们废话。说罢，你身形在原地消失，然后一脚踢在冷血欧克瑟身后，欧克瑟一个踉跄，差点摔倒。随后你又两个回旋踢，将三个欧克瑟都踢懵了。此时回过神的冷血欧克瑟掏出黑暗刀向你猛然砍去，然而这时你突然化作一道龙卷，瞬间出现在他身后。随后你召唤巨影镖，汇聚能量一点，轰的一声，冷血欧克瑟直接飞了出去。见状，美杜莎与小丑欧克瑟同时召唤武器，二人刚准备抬手，你又来到二人面前，巨影镖一道强横斩击，直接将二人斩倒。这家伙也太恐怖了，根本不给我们反击机会啊！此刻冷血欧克瑟再次冲向你，准备偷袭。见状，美杜莎与小丑欧克瑟也向你攻去，前后夹击，这次说不定能行。然而当的一声金铁撞击之声，你又再次消失在他们视线里。下一刻，一脚将冷血欧克瑟踢飞，还不等二人反应，你又向小丑欧克瑟快速刺出数十下，紧接着你跳到空中，一道极致光斩向二人斩去，直接将他俩轰飞出去。我们快撤！这家伙太恐怖了，果然跟传言一样。话落，你又顺身到三人面前，一招回旋踢，直接将三人又踹飞出去。逍遥，你太卑鄙了，简直比我们欧克瑟还阴。听闻此话，你不屑一笑，你们是人吗？冷血欧克瑟颤颤巍巍回答道：“不是。”一色被色，那你们就该尬。此刻一旁的穆宁雪呆了，他已经分不清到底谁是反派了。与此同时，欧阳世家董事长根据显示，有人召唤了陀拿多铠甲，难道是小杰出手了？不过2天不见，他居然可以一人打3只欧克瑟。然而这时一名男子走了过来，见状欧阳雄一震，小杰不是你，那这个陀拿多铠甲是谁？是不是你这个小兔崽子又把召唤器堵住输掉了？欧阳杰摇摇头，没有的事，自上次后我怎么还敢？欧阳雄又看了看视频，那这人到底是谁？此刻欧阳杰恍然大悟，我知道了，他是复制忍者卡卡西，他把我的陀拿多辅助。闻言全场顿时鸦雀无声。与此同时，你将手里的武器变形为狂渊烈弓。见状三人慌了，这小子为什么一直放技能啊？你这个恶魔到底要干什么？当然是干掉你。你轻轻拉动狂渊烈弓，做出射击姿态，苍渊穿穹抱。只见周围绿色风元素从4面八方凝聚，随后你将拉爆弓箭，瞬间一支爆裂羽箭轰然射出。下一刻一声爆裂，3只欧克瑟直接被你秒杀。恭喜宿主击杀3只欧克瑟，获得积分加240。此时一个身影走到你的面前，那人竟是风鹰铠甲。你这个家伙出现这里干什么？难道不知道这里是我们负责
责的地盘。刚才那3只欧克瑟是我的目标，你出手多余了。看你也是速度型铠甲，我倒是想讨教下你的实力。然而话音刚落，你直接闪现到他后面。我最讨厌有人用手指了。下一刻，你一拳打在风鹰侠腰子上，封印铠甲瞬间变成折叠屏飞射出去。就这么，这个速度在我眼里可不值一提。绑过神的风鹰铠甲回应道：“你的实力居然这么强，你不是欧阳杰，你到底是谁？”懒得说，要打就打，磨磨唧唧。说罢，你化作飓风，又是一脚踢去。见状，风鹰侠抬起双臂抵挡，但还是被狠狠击退数米。既然这样，我也不跟你墨迹了。此刻他转动腰间转轮，一个武器光贴浮现在面前。他刚要去拿武器，砰的一声，你直接将他踢飞，随后稳住身形的风鹰侠大吼道：“不是你这家伙太阴了，一点武德都没有。好了，这场无聊的游戏该结束了。”说罢，你插入钥匙，轻轻一按，披风苍渊煞，你展开单臂，元素精灵直接与你融合，瞬间你的身后出现一对翅膀。见此，风鹰侠傻了，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可以如此发挥陀拿多实力？但他没有坐以待毙，而是转动腰带转轮，一个蓝色必杀贴浮现，他轻轻一点，穿风刺，瞬间力量汇聚刀刃之上。下一刻，尖刺快速向你冲去，但化为风元素后，你轻轻松松就躲过这一击。见状，风鹰铠甲转换风鹰弩，对着飓风方向连续射击，然而攻击压根没有命中。就这点实力，你闹够了吧？说罢，你快速一剑向他斩去，轰的一声爆炸传来，现场只剩你展开翅膀，手握长剑，宛如神明一般。恭喜宿主击败风鹰铠甲，获得积分加80。此刻，穆宁雪看着你，满脸都是崇拜之色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一名西装男子跑了过来。穆宁雪瞪大双眼，怎么是他？就在这时，一个人影走到你面前。穆宁雪美眸大睁，王天道，小姐您没事太好了。随后他又以一个匪夷所思的眼神看向你，小子是不是绑架小姐的歹人？王天道，你在说什么？是逍遥救了我，凶手是欧克瑟。逍遥，你就是最近出现的帝皇铠甲。不过你这样做，不会是想要靠近我家小姐吧？穆宁雪听闻此话，银牙一咬。王天道，你给逍遥道歉，小姐不可轻信外人，说不定他有什么图谋。闻言，你微微一笑，欧克瑟消灭了你才出来，你这家伙跟欧克瑟一伙吧？此话直接将王天道激怒，你才是欧克瑟，你全家都是欧克瑟。小姐别听他胡说八道，既然你认不清楚自己地位，那就让我来教教你。说罢，一只红色独角仙从空中划过，随后他一手接住，毛头小子现在认错还来得及。无乃天道，现在我抓住了未来，你无奈的摊摊手，能动手就别逼逼了，直接实力说话。逍遥小心，王天道的速度很快，要知道甲斗王拥有假面以及骑士2种形态，假面形态攻高防后，而骑士形态更是可以使用升华时这样变态的加速能力。想到这，穆宁雪还是有些紧张，不知道陀拿多的速度能不能比过甲斗王。下一刻，王天道将昆虫仪插入腰带中，伴随机械赛博音，甲斗王假面形态赫然出现，瞬间一股威能向你猛然袭去，但在接触你的一瞬间就被金色光柱抵挡。王天道一愣，怎么可能？你一个人类怎么能抵挡？话落，你朝着甲斗王走去。王天道见状，直接扣动苦无枪向你射击，但还未等光弹击中，瞬间全部化为微小爆炸。下一刻，金光爆闪，帝皇铠甲直接覆盖全身，同样一股恐怖威能爆发，但不同的是，甲斗王直接被压制单膝跪地。随后，甲斗王用力一挣，直接接触束缚，他指向天空说道：“逍遥，你说你是天道，但是我王天道才是真正的天道。这人怕不是有中二病吧？2025年还能说出这么炸裂的话。”此刻，欧阳世家也在关注这场战斗，没想到刚刚的陀拿多居然是最新爆火的帝皇铠甲，但这穆家的这个家伙觉醒这么久还以大欺小，真是够脸皮厚的。不过这个世界就是弱肉强食的世界。闻言，欧阳杰点点头，逍遥要是能打过甲斗王，我就把我姐介绍给他。我早就看这个王天道不爽了。与此同时，王天道看向你说道：“帝皇铠甲，我知道你有点实力，但在我的速度面前，今天能撑多久？”说罢，你们两人对轰一拳，瞬间甲斗王就被击退数米。见状，你右拳蓄力，快速冲向甲斗王，轰一拳直接将甲斗王打飞。随后稳住身形的甲斗王有些恍惚，这小子的力量也太变态了。不过一切也到此为止了。下一刻，他掰动腰间昆虫翼 ，cast off， 全身盔甲朝着四周爆开，但你只是简简单单的瞬移就躲过了所有攻击。这时，王天道拍动腰间加速装置 ，clock， 瞬间周间犹如静止一般。逍遥这个速度你是不可能跟得上。然而当甲斗王向你踢去时，已经瞬间躲开。什么情况？这怎么可能？这就是你引以为傲的速度。话落，你一拳轰出，能量冲击打破空气，重重打在甲斗腹部。王天道懵了，为什么在升华时领域下，帝皇铠甲还能不受影响？还没等他想明白，你瞬间来到他面前，一拳将他轰到空中。借此机会，王天道按动昆虫翼，在空中汇聚骑士踢向你踢去。此刻你双手合十，禅定一点，瞬间甲斗王被定格在空中。就你也配成为天道？下一刻，你抽出极光剑，然后与胸前极光盾合二为一。紧接着你面前出现5行光贴，顷刻间你一剑斩出。一剑过后，禅定印解除，甲斗王落地站了起来。他刚准备说话，身体开始裂开，迸发光芒。下一秒，轰的一声大爆炸，甲斗王直接秒杀。爆炸之中，一个碎片飞了出来，这正是甲斗王的脚。你手中也出现了甲斗王的驾驭卡。恭喜宿主秒杀甲斗王，获得积分加100。穆宁雪瞪大双眼，王天道败了。逍遥刚刚那一招是不是你的必杀技？那个啊，只是我随手的一个平面。不多久，一辆黑色商务车缓缓驶来，随后一名中年男子走了出来，父亲。但男子没有理会，而是看了一眼被秒杀的王天道。没想到王天道不是你的对手，他抬起手露出笑容。年轻人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穆家？算了，我没有这个打算。逍遥，你跟宁雪是同学，这样你再考虑考虑。你自己一人也是独木难支，加入我们穆家，那些无趣的人自然不会找你麻烦。但是你还是毅然决然拒绝。见状，穆正风挥挥手，我们走。但看你救了宁雪份上，你在
好好考虑考虑。等众人离开后，你眼睛轻眯，鬼鬼祟祟，是不是该出来了？话落，西塔出现你面前，但这次他却是对你哀求道：逍遥，救救我弟弟，求你了！上次让你跑了，这次你还送上门了。说罢，你又变为陀拿多。逍遥，不要啊！这次我是来求你的，只要你同意，我以后悉听尊便。看着抱着脑袋害怕的西塔，你随口问了一嘴：你是怎么找到我的？我是闻到的，说说吧，怎么回事？随后他将前因后果说了出来。铠甲与异能兽联手，而且他还知道黑域入口，如果进入黑域，那积分可算是手到擒来了。我可以跟你去。西塔愣住了，你不怕我们联合起来？联合起来那正好，我可以多嘎几个。不多久，西塔带你来到一处黑暗角落，这个就是黑域入口。逍遥希望你真的可以救下弟弟。随后你们二人一同进入了黑域之中。